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经典之作《赋能》。这本书由全球知名的领导力专家、哈佛商学院教授琳达·希尔 （Linda A.） 与他的团队共同撰写，旨在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中，通过赋能他人，创造卓越的团队和组织。琳达·希尔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为我们揭示了赋能的真谛。他曾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，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赋能这本书正是他多年研究和实践的结晶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赋能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。赋能意味着赋予团队成员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，激发他们的潜能，从而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共同成长。正如书中所言，赋能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必然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史蒂夫·乔布斯，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领袖，虽然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闻名于世，但他也深知赋能的重要性。在一次内部会议上，乔布斯对他的团队说：“我们不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该做什么，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，让你们能够做你们最擅长的事情。”正是这种赋能的理念，成就了苹果的辉煌。第一部分，赋能的核心理念。首先，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赋能的核心理念。赋能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赋予他人力量和权力。在《赋能》一书中，希尔教授指出，赋能不仅仅是授权，更是一种文化和心态的转变。他要求领导者放下控制欲，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，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。书中提到，赋能的核心在于信任。没有信任，赋能无从谈起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赋能的本质。信任是赋能的基础。只有当领导者信任团队成员，团队成员才会感到被尊重和重视，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参考书中一个经典案例。谷歌公司以其开放和创新的企业文化著称。在谷歌，工程师们被鼓励花 20% 的时间从事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项目。这种 20% 时间政策，正是谷歌赋能文化的体现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谷歌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，还催生了许多创新产品，如 Gmail 和 AdSense。第二部分，赋能的5大习惯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重点介绍赋能中提出的5大习惯。这些习惯是实现赋能的具体方法，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。1. 建立信任文化。信任是赋能的基础。要建立信任文化，领导者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： 1. 透明沟通，保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，让团队成员了解组织的愿景、目标和现状。 2. 言行一致，领导者要以身作则，做到言出必行，树立榜样。 3. 尊重和包容，尊重团队成员的意见和贡献，营造一个包容多元化的环境。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：一家全球知名的咨询公司，通过建立信任文化，成功地提升了团队的合作效率和创新能力。该公司定期举办开放论坛，让员工自由表达意见和建议。这种透明和开放的沟通方式，极大地增强了员工的信任感和归属感。2. 赋予自主权。赋予团队成员自主权，是实现赋能的重要手段。具体做法包括： 1. 授权决策，让团队成员参与决策过程，给予他们更多的决策权。 2. 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，给予团队成员充分的自由去实现这些目标。 3. 提供支持和资源，在团队成员需要时，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。希尔教授在书中提到，赋予自主权不是放任自由，而是创造一个让人们能够自主决策和行动的环境。这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在控制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，既要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空间，又要确保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3. 培养成长型思维。成长型思维是赋能的重要心态，它强调通过努力和学习，每个人都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具体做法包括： 1. 鼓励学习和发展，为团队成员提供学习和发展的机会，鼓励他们不断进步。 2. 接受失败，将失败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，而不是惩罚的对象。 3. 持续反馈和反思，通过持续的反馈和反思，帮助团队成员不断改进。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：一家科技公司通过培养成长型思维，成功地提升了员工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。该公司定期举办创新工作坊，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，并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些想法的资源和支持。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，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4. 打造协作型团队。协作是赋能的重要体现。要打造协作型团队，领导者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： 1. 建立共同的目标，让团队成员明确共同的目标，并为之努力。 2. 促进沟通和合作，
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，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。3. 鼓励知识共享，鼓励团队成员分享知识和经验，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。希尔教授在书中提到，协作型团队不是简单的组合，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合作，实现1+1+2的效果。这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，让团队成员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，实现共同的目标。5. 持续改进和创新，持续改进和创新是赋能的重要目标。具体做法包括： 1. 鼓励创新思维，鼓励团队成员提出新想法和解决方案。2. 实施快速迭代，通过快速的迭代和反馈，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。3. 建立学习型组织，营造一个持续学习和改进的氛围。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：一家制造企业通过持续改进和创新，成功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。该公司定期举办精益生产活动，鼓励员工提出改进建议，并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些建议的资源和支持。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还增强了员工的参与感和成就感。第3部分，赋能的实践应用。在了解了赋能的核心理念和5大习惯之后，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赋能的实践应用。赋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，更是一种实践，它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的实践和反思，才能真正实现。1. 领导者的角色转变。赋能要求领导者从传统的控制型角色转变为支持型角色。具体来说，领导者需要： 1. 放下控制欲，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，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。 2. 提供支持和指导，在团队成员需要时，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。 3.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，创造一个开放、信任和协作的工作环境。希尔教授在书中提到，领导者的角色不是指挥和控制，而是支持和引导。这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情商和领导力，才能有效地赋能团队。2. 团队成员的自我赋能。赋能不仅仅是领导者的责任，团队成员也需要进行自我赋能。具体做法包括： 1. 主动承担责任，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任务，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 2. 持续学习和提升，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 3. 积极参与团队合作，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，共同实现团队目标。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：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通过自我赋能，成功地从一个普通的团队成员成长为团队的领导者。他主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，积极参与团队合作，并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这种自我赋能的精神不仅帮助他实现了个人成长，也为团队和组织带来了巨大的价值。3. 组织的文化变革。赋能需要组织进行文化变革，建立一个开放、信任和协作的文化。具体做法包括： 1. 建立信任和透明的沟通机制，保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，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。 2. 鼓励创新和尝试，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尝试的环境，让团队成员敢于冒险。 3. 实施灵活的管理制度，采用灵活的管理制度，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。希尔教授在书中提到，文化变革是赋能的关键。只有当组织文化与赋能理念相契合，赋能才能真正实现。这意味着组织需要不断进行文化变革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通过以上对赋能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赋能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理念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要求我们放下控制欲，相信他人的能力，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。总结一下，赋能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： 1. 建立信任文化。信任是赋能的基础，只有当领导者信任团队成员，团队成员才会感到被尊重和重视。 2. 赋予自主权，赋予团队成员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，激发他们的潜能。 3. 培养成长型思维，鼓励团队成员不断学习和提升，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共同成长。 4. 打造协作型团队，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合作，实现团队的高效运作。 5. 持续改进和创新，营造一个持续学习和改进的氛围，推动组织的创新和发展。现在，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，阅读《赋能》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习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。相信我，这将是一个改变你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契机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赋能不是简单的授权，而是创造一个让人们能够自主决策和行动的环境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、信任和协作的工作环境，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共同成长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《赋能》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启发和收获。让我们一起赋能未来，成就卓越。